魏无羡无意指责他什么，他能过来这一趟，自己已经很欣喜了。与其说魏无羡觉得这一趟没必要，不如说他还在介怀为何那人一句消息都没发过。蓝忘机察觉到了他情绪里的些许失落，也大致猜出了他最后一句话的言外之意，便解释道：我担心你在忙，会打扰到你的工作，所以才没有发消息问他。天知道蓝忘机一整天也会同样拿起手机看多少次。他没有魏无羡工作强度那么大，后果便是留给他思念的时间更多。他本就不善言辞，在和魏无羡面对面的时候，也少有情况能将自己的想法尽数说出，遑论在他并不擅长的线上交流方面。但是思念这东西，并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少。两人不过10几天不见，也没有任何联系。在蓝忘机不知道的时候，魏无羡难以忍受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？甚至到了严重的时候，他会偷偷回主卧睡一晚，感受着那人离开后残留的温度，那人的音容笑貌仿佛就能重现于眼前。后来实在是想人想得紧了，干脆直接跑到片场看他，想着见过面之后才能回去暂时安下心来工作。果真如他所料，当真真切切看到魏无羡之后，他心里的烦躁感就平静了不少。怎么会打扰啊？如果我在拍戏，下戏了也能看到的。魏无羡把怀里的水果放在化妆桌上，认真的看着蓝忘机道：如果你给我发消息，我看到就一定会回的。好。蓝忘机浅浅的笑着，想伸手抱抱自己这位名义上的男朋友，却依旧克制住了。两个人总是如此，一没人说话，气氛就容易尴尬，何况又是在这般暧昧升温的场合下。魏无羡刚想说点什么打破这微妙的寂静，房间门突然被嘎吱一声推开了。绵绵探进半张脸，欲哭无泪地说道：对不起魏哥，蓝前辈，我真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，导演让我过来对词，下午就拍这场了。没事的，绵绵，你进来吧。魏无羡挪了2把椅子过来，自己坐在蓝忘机身边，让绵绵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说道：那我们开始吧。绵绵看了看魏无羡，又快速瞟了眼他身边的蓝忘机，道：这样真的好吗？我尽快呀，等我们对完这几场，你们就可以去吃饭了。虽然他自始至终都是看着魏无羡在说，但其实是说给蓝忘机听的。不得不说，这位冰山男神没有表情时真的挺吓人的。他如坐针毡的打开剧本，和魏无羡一来一往的对起了台词。蓝忘机就端正的坐着，听着二人对戏，但眼神从未离开过魏无羡。其实绵绵会这么紧张也是有原因的，不管他怎么和有主的名草注意距离，可这剧本质还是个恋爱偶像剧，想一点亲密的台词接触都没有是不可能的。今天下午这几场又恰好全是他和当事人之一魏无羡的对手戏，虽说吻戏肯定是要借位的，但也不妨碍他在蓝忘机在场的情况下被吓得有些手脚冰凉。到了女主和男二吻戏这块，两人对词时是直接跳过的，但绵绵还是担心有人会误会，赶紧自证清白道：蓝前辈，你放心，我和魏哥是借位的，我保证不会碰他一根手指头。说着他还拿出小指来比了比，看得魏无羡忍俊不禁。蓝忘机好歹也是捧回奖杯的，怎会看不出来这小女孩一直在紧张什么，当下便回答道：无事，这是魏婴的工作。魏无羡冲身边的人一笑，点点头道：你放心吧绵绵，工作而已，你没必要这么紧张。可是我也确实觉得打扰你们不好。要不这样，我的词已经备好了，魏哥你和蓝前辈对吧？他十分相信眼前这俩人的专业水平和默契度，立即便把手里的剧本递给蓝忘机。也行。魏无羡稍微朝侧面转过去，问身边人道：蓝湛，你觉得呢？好。蓝忘机接过剧本，朝绵绵微微颔首，两人便重新开始对这一场戏。绵绵默不作声地把椅子往后挪了挪，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，同时在两人对戏时默默背着自己的台词。等到了最后的吻戏部分，理应是女主吻男二的，蓝忘机看着最后那几行字，垂眸不知想了些什么。在魏无羡十分满意的合上剧本，打算思考中午去哪里吃饭的时候，面前人突然凑了过来，在他嘴角蜻蜓点水般吻了一下。剧本里正是如此写的，在男二一番劝说和安慰下，女主被其真情打动，
在其嘴角留下一个亲吻。魏无羡呆愣在原地，一旁的绵绵看得目瞪口呆。虽说这是人家情侣之间的正常操作吧，可这一声招呼都不打就开始秀恩爱也没有这么秀的呀。绵绵深吸一口气，差点没缓过来。他深知自己刚刚没有及时走是个多大的错误，但是所谓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他立刻撂下一句：“你们继续，我先回片场了。”就溜之大吉了。绵绵一溜烟逃走后，化妆间里就只剩下了2个人。魏无羡不自觉地碰了碰唇角，结巴着问道：“蓝湛。”面前的人却是脸不红心不跳，低低地应了一声。魏无羡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，蓝忘机就站起身喊他道：“魏婴啊，我在。”你说每次听见对方喊自己的名字，他总是会下意识地立刻集中注意力，同时心跳无法控制地加快起来。最近工作还是很忙吗？斟酌再三，蓝忘机才这样问道。本来就不善言辞的他，为了想问清魏无羡什么时候才能有假期，经过了无数遍的删改才组织好这么一句话，想来应是算言辞委婉了。最近我不忙啊，刚开始确实是工作有点紧，不过这几天好多了。魏无羡盯着两人面前的镜子，问道：“蓝湛，你是有什么事吗？”蓝忘机也沉默着微低着头，不甘心摇头，又不好直说是想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家。他老早就打听过，魏无羡其实是没有住在剧组的习惯的，因为他之前待的剧组戏份都不多，没必要守在剧组。这回的角色也只是个男2号，他也从未提过要住家里，而是自然而然地签下合同，收拾行李，跟着剧组住了酒店。更是从离开家的那天起，就仿佛神隐了一般。虽然对方并没有回答，但是魏无羡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了他的情绪，试探地说道：“蓝湛，我真的不怎么忙的，你看这剧本，我也没多少戏，要是你有什么事不好现在说，那我正好过2天我就没通告了，我赶个进度请个假，有什么事咱们回家商量。”魏无羡说的也是真心话，他这回流剧组，闲暇时间除了等蓝忘机的信息外，就是和绵绵他们一起讨论角色和表演技巧。其实这些事情在家里也照样可以完成，何况他家里的还是位大影帝呢。什么时候？魏无羡没想到蓝忘机回应的这么干脆，一时脑子短路，也说不出来个具体时间，应该就这几天，等我回去确定好就告诉你，好不好？蓝忘机看向他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魏无羡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，他刚刚只是趁机瞟了蓝湛一眼，就好像瞟到了他唇角的笑意，他不敢仔细看，只是能感受到对方的表情是十分柔和的。虽然那人答应的是好好的，不过在魏无羡又扯了些有的没的，正打算回片场的时候，蓝忘机却是跟着他一起过去了。化妆间的门一打开，就有好几道充满了探究的眼神投了过来，还有让人闭着眼都能感受到的八卦之魂。虽说并无恶意，可那些太过直白的眼神还是让魏无羡不太自在。